这2天的娱乐圈真的太精彩了，这边李现和杨紫打得火热，那边其他明星也没闲着，有的恋情曝光，有的又成娱乐圈笑话，有的甚至丢掉性命。总之，娱乐圈这个名利场每天都有大瓜。前段时间刚爆料贾乃亮和李小璐复合的消息，今天贾乃亮就被拍到与小女友和朋友聚餐的照片。自从和李小璐离婚之后，贾乃亮似乎就一心扑在了事业上，近几年更是发展到直播界忙着带货，很少出现绯闻。但近日有媒体拍到贾乃亮和朋友聚餐结束，带着一名短发美女上车回家的画面。据悉，当天贾乃亮和朋友们约饭，结束之后，贾乃亮和朋友走在前面，美女像是喝多了一样，走路摇摇晃晃，旁边有个女生搀扶。贾乃亮在前面一面和朋友聊天，一面还频频回头关注美女的状况。众人走到路边停着的车旁，贾乃亮让美女先上车，自己紧随其后，坐在了美女旁边。据狗仔爆料，后来这辆保姆车就一路开到了贾乃亮的住处，疑似贾乃亮带着美女回家，恋情曝光。网友得知此事之后，也并没有很惊讶。贾乃亮和李小璐2019年官宣离婚，如今也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就像网友说的，离婚这么久，贾乃亮谈恋爱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过也有网友感到可惜，前段时间甜心生日的时候，贾乃亮还去了女儿的生日聚会，和李小璐同框一起为女儿庆生，一家3口同框画面温馨又幸福。当时还有网友猜测，贾乃亮这次能和李小璐同框合照，是不是还能和李小璐重归旧好？毕竟贾乃亮离婚后很少在微博里发有关李小璐的照片，但甜心生日那天，贾乃亮还分享了一家3口的合照，引起网友联想。但其实两人当年离婚已成定局，如今虽然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感情的事情很复杂，两人同框也都是为了孩子，复婚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也有博主在10月份的时候就表示贾乃亮和李小璐不会复婚了，透露贾乃亮已经开启全新的恋情动态，疑似暗示贾乃亮有交往对象。随后11月，狗仔就拍到贾乃亮带美女回家。84年的贾乃亮如今也已经39岁了，有新恋情也可以理解。网友也表示，当时离婚也不是贾乃亮的问题，不可能让他单身一辈子吧，只要是正常恋爱就都值得祝福。更何况贾乃亮现在事业有成，不仅在直播带货界工作的火热，平时明星的工作也没落下，偶尔还出来参加综艺，事业多领域开花。从甜心的生日聚会也能看出来，两人虽然离婚了，但是贾乃亮该给甜心的父爱也一点没有少，并不会影响甜心未来的成长。如果真的有恋情，那就祝福贾乃亮了。而另一边的另一对夫妻就比较惨烈了。就在昨天晚上，仲尼和卡琳娜突然爆了热搜，相信有些观众震惊，有些观众不认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仲尼跟卡琳娜之前都是比较出名的网红。仲尼本来因为长得帅走红的，还写过书，后来因为卡琳娜这个老婆又帅又美，就更加出名了。卡琳娜是外国人，是一名 coser， 在 cos 界非常出名，她的扮相吸引了很多的女生，出圈之后人气也比仲尼高了不少。有段时间，这对夫妻在网上非常红，也经常秀恩爱。但是很快争议就来了，就在去年的时候，仲尼被曝出轨，还有很多其他的瓜，比如说对卡琳娜的控制欲很强，一直在用卡琳娜炒作赚钱，两人的财政大权似乎也都在仲尼的手里。仲尼和卡琳娜都出来道歉了，但是瓜众并不买账，骂他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心疼卡琳娜，希望她离婚。但是卡琳娜那边是真的挺爱他的，前段时间才宣布说准备退圈，因为仲尼出轨挨骂，导致他的心理问题也很严重，所以要休息一下。没想到的是，坏消息来得这么快。据悉，两人一起去巴厘岛度假，当天还是仲尼的生日，两人在海滩游泳，但结果遭遇巨浪，当时海滩边的很多人忙着自救，而卡琳娜跟仲尼也遇险。目前已经确认的消息是，女方获救男方已经遇难。相关新闻报道曝光后，因为信息对应上了两人的身份，因此很快引发了热议，好友也出面道歉，算是证实了这个消息。紧接着，在当地的网友出面发文，晒出了卡琳娜获救后的照片，证实仲尼确实遇难，同时爆出了现场图。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卡琳娜穿着浴袍，一直盯着手机，眉头紧蹙，十分担忧的样子。据悉，当时下午两人出事，而该网友也表示自己是受人所托，帮助卡琳娜寻找仲尼。
而卡琳娜也疑似向这位好友透露了原因，原来当时仲尼在海里游泳抽筋，卡琳娜见状去救老公，但是她一个女孩子实在拽不动，被海水呛到昏迷，而当时刚好有巨浪来袭，仲尼被大海冲走，而卡琳娜获救，目前并无大碍。该网友透露，自己半夜受好友之托去找卡琳娜是否需要帮助，找了好久才找到他们住的酒店，然后跟卡琳娜一起蹲守消息，在第二天早上继续在海边等待搜救结果。然而还是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事情。最后该好友表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该网友晒出了现场图，身高很高的女子就是卡琳娜，她虽然背对着镜头，但可以看出应该是受到了惊吓，远远看着救援团队将仲尼抬上救援车。另外一张照片则十分令人痛心，卡琳娜冲上救护车，蹲在仲尼身边，用手半抱着对方，似乎想要用自己的温度拍醒对方，另一只手里紧紧握着手机。光是看背影都知道卡琳娜一定已经崩溃，而仲尼的纹身也对应上了。仲尼这一次意外令所有都感到不可思议，虽然他此前曾陷入过出轨风波，也因为对待卡琳娜的方式饱受粉丝攻击，同时因为发图不当被认为对女儿开黄腔，但网友也认为不至于如此，还是为他去世感到难过。仲尼去世之后，许多人也重新回顾了一下两人这几天的细节。据悉，两人是在6日被偶遇，准备去旅行，当时网友表示两人没有带女儿，因为感觉当事人不想被打扰的样子，因此自己没有去打招呼。没想到再次传来的消息却是这样的，令人唏嘘。不管怎么样，人已去世，还是希望卡琳娜节哀顺变。她之前就因为抑郁症退网，不少粉丝和网友还是十分担心她的情绪状态，毕竟她连中文都不认识。之后要怎么安排也确实是个问题，但一切总会好起来。同时呼吁大家，无论做什么都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再回看内娱这边，又有一对夫妻上综艺翻大车了。还记得被李诞一句话盖章卑微的朱丹吗？她竟然带着老公周一围录制了一部以夫妻爱人关系为主题的综艺，不得不说非常大胆，果不其然引发关注。在朱丹看来，她是带着周一围一起来打破外界对他们的偏见的，想让大家知道了解到真实的朱丹和周一围。然而从网友反馈看，至少目前一期节目播完，观众并没有对他和周一围改观的意思，朱丹似乎又一次弄巧成拙了。大家纷纷表示，从朱丹和周一围的相处中，只感受到了男方无可奈何又敷衍不耐烦的样子，看不出恩爱的感情。尽管朱丹依旧想方设法为周一围找补，但情绪可以掩饰，语气可以调整，肢体语言却骗不了人。一期节目请了4对夫妻情侣，放在一起愈发凸显了朱丹和周一围之间的与众不同。周一围可以不愿意在镜头前秀恩爱，但为什么和朱丹连眼神交流都有意无意回避？为什么总是下意识和朱丹隔开距离呢？3对夫妻1对情侣排排坐，除了朱丹和周一围，其他3对都有或多或少的肢体接触，有人肩碰肩，有人脚挨脚，只有周一围摆出一副防御姿势，直接坐到板凳边缘不说，还在2人中间放了相机和水壶，一点不给朱丹靠近的机会。类似场景在节目中不止出现一次，弹幕都忍不住吐槽朱丹，直言他选择上夫妻爱人综艺就是给自己找难堪。等到一行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朱丹和周一围更显得格格不入了。到了陌生地方，进门第一顿饭，其他夫妻情侣自然而然互相照顾。奚梦瑶先尝一口菜辣不辣，发现不辣就招呼和尤军下筷子。金莎给小男友递纸巾，提醒他不要弄脏脸。反观周一围和朱丹，2个人在饭桌上的互动就只有一句还行吧。当然，可能有人觉得每对夫妻情侣相处模式不同，难道朱丹和周一围就得非和其他人一样才叫恩爱吗？话虽如此，但朱丹上综艺的目的不是想打破外界偏见吗？但节目中完全不见周一围配合，甚至一举一动都在加深刻板印象。出于主持人本能，眼见着明星嘉宾们都吃上了，朱丹主动找话题开启聊天，其他人都很配合，只有周一围看都不看朱丹一眼，当着镜头自顾自根本不搭理朱丹，还一度拿起了手机。周一围的态度和其他现场男星形成了鲜明对比，抛开金莎和小男友不提，3对已婚夫妻里唯有周一围总是一副走神的模样，和朱丹又一次拉开距离坐着，更是丝毫没有参与聊天的意思。要知道整场对话可是他老婆朱丹发起并主导的。
到了最后，朱丹又一次站出来给周一围找补，强调自家老公只是不说话而已，她觉得这样子逗她很好玩。这时候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又要翻出周一围和章子怡的互动视频了，她真的不会夸人吗？真的不会说好听的话吗？真的不愿意和人在镜头前面互动吗？看到这是不是都有些同情朱丹了？别急，有些事还得再看看。节目中朱丹的某些表现同样微妙，譬如他对周一围的称呼更多是孩子爸爸，聊起婚姻的时候也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提及，而夫妻互相相处都是双方的。周一围肢体语言是和朱丹拉开距离，朱丹不也是没有试图靠近吗？最后就还是那句话，婚姻如饮水，冷暖自知。也许朱丹和周一围早就适应了彼此，找到了维持婚姻的最佳模式。这里也建议朱丹不要过于在意外界看法了，日子是自己的，自觉过得舒服就好。